这群狮子正在捕猎一头强悍的公牛，他们是整个野蛮国度的恐怖军队，也是如今沼泽内最巅峰的王朝——沼泽狮群。在公牛背上的就是暴君狮王赛科卡玛。距离上一次沼泽王朝被猎狗驱赶出沼泽之后，已经在女王马之密和国王赛科卡玛的带领下重新收复了失地。日子已经过去了不短的时间，赛科卡玛的3个儿子已经成年，展现出无比的英勇，所以女王马之密已经不用操心太多，现在只需要全身心照顾下一代小狮子就够了。但所谓盛极一衰，赛科卡玛的大儿子不仅强悍，而且野心极强，2个弟弟也对他死心塌地。察觉到异样的赛科卡玛在食物上宣扬自己的权威，想试探王子们是否还对他心存畏惧，不然就会被他无情摧毁。之所以如此粗暴解决问题，是因为赛科卡玛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或许已经有人能猜出，这头老色痞又出去私会情人去了，而且还有了2个私生子。但让赛科卡玛意想不到的是，他前脚一走，大王子就开始蠢蠢欲动了。他巡视着领土和那些食草动物，仿佛一切都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。突然，王子发现了一头被放逐的流浪狮子闯入，暴怒的王子第一次行使了国王的特权，召集全部狮群对这头狮子进行围攻，直到完全驱赶到对方落荒而逃为止。王子非常享受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，野心也在一天天膨胀，每天都在领地内宣示着自己掌权的嘶吼。大王子甚至还大胆地在狮群中挑选自己的后妃，准备行使交配权，这可是只有国王才配拥有的权利。但赛科卡玛却还沉浸在情人的温柔乡里不可自拔。如果赛科卡玛再晚一点回来，大王子将完全取代他，彻底成为王朝的新任王者。只不过赛科卡玛始终还是回来了，刚准备笑着宣扬自己回归的喜悦，却看到了大王子厚颜无耻的一面。大儿子居然想抢夺自己的妃子，赛科卡玛脸色逐渐变得恐怖。他需要这些儿子再次证明臣服的姿态，而那些王子们非常清楚，现在还不是自己父亲这头巅峰雄狮的对手，只能继续表示臣服。可随之看见跟随赛科卡玛而来的几个身影，让沼泽狮群为之震惊。赛科卡玛居然把情人和私生子带回狮群了，这头小狮子胆子太大了，面对成年雄狮都敢龇牙咧嘴。但他可不是孤立无援，他身后的强悍妈妈一跃而出，对着图谋不轨的雄狮大王子舍凯迪就是一顿胖揍，还在无声警告：从我儿子身边滚开。沼泽狮王终于还是将他的地下情人和私生子带回来了，但并不是所有成员都会欢迎赛科卡玛外面的野花，因为赛科卡玛对这些小狮子的宠溺，让舍凯迪和2个弟弟看着很不是滋味，毕竟他们曾经也得到过父皇的关怀。沼泽狮群的日常狩猎行为开始了，经过女王马之密训练后的部队都是完美的猎手，他们盯上了一头角马，由于隐藏技术非常高超，都来到身边了，角马才发现不妥，赶紧撒丫子逃窜。可狮群怎么可能会如他所愿，一头在后面不停追赶，而前面早就有埋伏的同伴。仅仅2秒，一头偌大的角马就被狠狠扑倒，喉咙被死死锁住，彻底沦为食物。但再凶猛的猎人也只能眼巴巴看着国王独享。在赛科卡玛彻底吃饱，转头吩咐之下，所有狮子才敢开始接近食物。狮群王子舍凯迪也早就饥肠辘辘，刚想要靠近，可赛科卡玛对他进行了驱赶。因为大儿子最近的行为让赛科卡玛感到非常不满，舍凯迪觉得很屈辱，毕竟他现在已经成年，不再是当年眼睁睁看着弟弟被父亲重伤却都不敢上前帮忙的懦夫了。埋怨的种子在他心中疯狂发芽。这一天，一头花豹入侵被杀，他死在了舍凯迪和2个弟弟组成的联盟手中。他们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实力，能够保证狮群内的和平稳定。赛科卡玛对此也非常欣慰，但舍凯迪的野心也在日益膨胀，他对权力的渴望因为怨恨已经发展成了参天大树。终归在某一天，这对父子会有一场惊世骇俗的王者之战发生。眼前这头雄狮是沼泽狮群的定海神针，王者赛科卡玛。不过残暴的国王现在却嗅到了背叛的味道，自己的儿子们日益成长，已经对他造成了威胁，所以暴怒的赛科卡玛需要用暴力来镇压这些叛逆的儿子。但他却不能驱逐他们，因为现在沼泽领地逐渐出现了一股凶悍的势力——非洲斑猎狗。这些猎狗不知不觉已经遍布了整个沼泽。猎狗曾经将狮群赶出过他们的王朝，所以一旦狮群出现力量空虚，那么沼泽王朝必将会再次重现当年的悲剧。由于旱季到来，大地干涸，兽群迁徙，所以狮群也不得不北上捕猎。他们必须赶在兽群迁徙前捕猎更多食物。大军出征，马之密不愧是沼泽猎手之王，他和狮群锁定了一头角马，瞬间爆发出恐怖的速度，
矫健而迅速的身手，完美体现出沼泽女王的风采，让儿子们看得目瞪口呆。生死的追逐在草原上演，尽管角马的求生意志很强，却根本无法逃脱沼泽女王的魔爪，被死死按倒在地。饥肠辘辘的赛科卡马对此非常满意，准备上前美餐一顿，却没想到舍凯迪带着弟弟冲在了他的前面，居然想要比国王先享用食物，这绝对是对王权的挑战。赛科卡马必然要惩戒他们。角马趁着狮群的混乱，居然看到了千载难逢的逃命机会，可惜他遇上的是沼泽猎人马之密带领部队，还没有完全开始冲锋，就重新被围捕，直到再次倒地成为了真正的食物为止。居然差点因为王子们的忤逆让全族挨饿。赛科卡马极度愤怒，本来是仁慈的将这些成年雄狮留在狮群，却没想到他们以这样的行为来报答，这些儿子必须要付出代价，尤其是大儿子舍凯迪，今天的晚餐他们一点份都不会有。看着大快朵颐的狮群，舍凯迪知道父皇已经对他们极度不满了，所以要去讨好沼泽女王马之密，因为女王才是狮群的真正掌权人，只有得到她的认可，舍凯迪才有机会成为国王。但如果让舍凯迪当上国王，沼泽狮群所有的小狮子估计都要被杀死。当赛科卡马看到儿子这种行为，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毕竟他当年也是这样当上国王的。暴怒的他将儿子掀翻在地，狂暴的力量让舍凯迪明白，自己的父亲仍然是那个实力恐怖的暴君。虽然再次镇压了儿子，但是赛科卡马知道狮群即将要分崩离析了，舍凯迪尚未失败，必然会离开狮群。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舍凯迪居然说服了两个弟弟跟随着他离开了。沼泽王子还是夺权失败了，带着两个弟弟负气出走。他们盯上了眼前这头巨兽，舍凯迪决心要证明给父亲看，就算脱离狮群，他们也能生存下去。但很显然他们错了，错得很离谱。直到他们真正面对这个拥有恐怖犄角的巨兽时，三兄弟才知道压力有多大，害怕的落荒而逃，连头都不敢回。而和沼泽狮群的权力争斗不同，另一边曾经落魄无比的北方女王沙桃却在不断发展。沙桃带着2个母狮，还养育着8个儿女，他们是北方狮群王朝的根基，也是女王复仇的资本和希望。拥有这些新生的血液，北方狮群终将能崛起，夺回沼泽指日可待。8头小狮子在围猎一只受伤的老鹰，即使他们如此年幼，但下手却毫不留情，很快就将这只老鹰折磨致死，然后分尸殆尽。这就是小狮子们的日常，也是沙桃训练出来的复仇军团。其实北方狮群的生活并不好，因为他们的国王不顾家，经常会玩失踪，他们只有3头成年母狮，没办法支撑起整个家族的庞大消耗，所以沙桃还延续着和食腐动物抢夺的行为。因为腐肉不仅能填饱肚子，还能磨练小狮子的韧性，只有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小狮子，才有可能打败赛科卡马那种强悍的暴君。不过为了小狮子的健康成长，新鲜的猎物是必不可少的。现在的沙桃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高贵的北方女王，而是复仇的使者。绝境给了她痛苦，也磨砺了技巧。现在她的实力完全不弱沼泽女王马之密，可即使拥有这么高超的技巧，沙桃还是无法满足8个小狮子的胃口。他们仿佛无底洞一样，无论沙桃捕猎再多，都无法填饱小狮子的肚子。但这一切都值得，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让沙桃的复仇计划得以实行。眼前这个乌龟在啃着青草，殊不知已经被凶悍的花豹看上。当发现自己被看上，老龟丝毫不慌，这小眼神和迅速的缩头，说他不是有点小激动，我都不敢相信，因为他显然知道花豹根本无可奈何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复仇小军团捕猎时就遇见了他，老龟在他们手下根本抵挡不住。在母亲的训练下，他们已经懂得善用脑袋和技巧。但这一天，和沙桃结合的那头流浪雄狮突然回来了。如无意外的话，那应该快要发生意外了。小狮子们第一次见到父亲，好奇的去亲近，但只有女王沙桃知道，雄狮突然的出现对小狮子来说是一个定时炸弹。她吩咐姐妹将小狮子带走，自己则是去安抚雄狮，让他分心。但公狮很快就腻了，将注意力放在小狮子身上。小狮子还天真的以为能和这个素未谋面的父亲玩耍。等到雄狮离去，沙桃召集所有成员才发现，果然还是出现意外了。一头小狮子的后腿居然瘸了，这对一头狮子来说是致命的。虽然沙桃将小狮子训练成复仇的工具，但同时也是他的孩子，这让他非常心痛。不过对于狮群，即使有伤员，他们也不能停下捕猎的脚步，只能继续南迁追逐兽群。小狮子不愧是沙桃训练出来的斗士，残躯并不能打败他的意志，依然坚持跟随狮群的脚步。
沙桃和姐妹捕猎了一头鹏鹏，却连狮群填饱肚子都不够，所以兄弟姐妹是不可能等待瘸腿小狮子的了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食物被分食殆尽，自己却一无所有。就在这天晚上，这头小狮子再次被自己残暴的父亲盯上了。极度的饥饿让雄狮结束了这个小狮子的生命，可对瘸了的小狮子来说，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？第二天早上，知道这一惨剧的沙桃便带着所有的小狮子远离这个伤心之地，远离他们那个残暴的父亲。他必须以养大这些孩子为主，复仇的梦想还很远，但上天似乎是对北方狮群开了巨大的玩笑。虽然捕猎很困难，却经常能让他们碰到各种各样早已没了生命的猎物。难道上天是真的想将北方狮群彻底沦为食腐动物吗？不过一切都无所谓了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出走的狮群王子回来了，曾经夺位失败的舍凯迪只能祈求父亲的原谅。赛科卡玛虽然知道他们的威胁，却还是原谅了他们。他心里有一个大胆的计划，需要借助3个儿子的力量，因为赛科卡玛决定放弃了沼泽王朝领地，进入未知的冒险地带，这将决定整个沼泽王朝的命运。但是这里的生物凶猛程度和沼泽区完全不同，接二连三的捕猎失败削弱了国王的权威，大大打击了狮群对赛科卡玛的信心。舍凯迪野心不死，仍然在等待着自己父亲的失败。幸运的是，赛科卡玛找到了一处水塘，只要占领这里，就可以守株待兔，等待猎物上门了。很快，一头可爱的鹏鹏开始蹦蹦跳跳，送来了美味的鹏鹏刺身，一脚踩进了马之密布下的天罗地网中，跑不到100米就被狮王一击致命。狮群终能饱餐一顿，但毫无疑问，依然是赛科卡玛先享用。舍凯迪心中羡慕，他极度渴望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，他期待父亲变得软弱，而接下来真的如他所愿了。遇见陆地霸主大象，赛科卡玛居然没有反抗，便带着狮群让开水塘。就连一头河马想霸占水塘，赛科卡玛也没有争斗，直接退让。这让舍凯迪似乎看到了希望，在一次召集中，他居然敢拒绝赛科卡玛的命令，可结果很轻而易见，他再次被胖揍一顿，并且受伤不轻。舍凯迪被打成重伤，被惩罚去守水塘，但这情况很快被野犬发现，他们召集了伙伴，对这头受伤雄狮进行了围困。舍凯迪知道自己毫无胜算，第一次独自面对众多强敌，他失去了战斗的信心，只能无奈地离开水塘。野犬没有付出血的代价拿下水塘，争相在庆祝，却不知道他们误判了形势，即将大祸临头。因为舍凯迪并不是孤单的流浪雄狮，他背后是整个沼泽狮群。夜晚，赛科卡玛回来了，野犬家族根本无法抗衡，全部惊恐逃窜，招惹了不该招惹的敌人，让野犬损失了宝贵的成员，只能无奈的逃跑。现在的干旱逐渐加剧，大地之上只剩巨兽横行，水塘也宣布告终。赛科卡玛终于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他要捕猎那些陆地巨兽，但当真正面对河马的时候，赛科卡玛却退缩了，没有出手。这让舍凯迪看到了希望，他必须勇敢，带领全族与巨兽争斗，这将是他离挑战王权最成功的一次。可惜这是一次错误的尝试，没有一头狮子能在河马手下挺过一回合。舍凯迪再次失败了，狮王完全看得出舍凯迪的心思，毫无疑问，日常胖揍儿子的场面再次出现。不过这次赛科卡玛只是大惩小戒，因为他心中有了更大的决策，那就是捕猎大象。这是赛科卡玛最终的决策，是他的决心，也是必须要实现的伟大目标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。这一场艰难的战斗，狮群从白天战斗到黑夜，赛科卡玛一生中发挥最巅峰的时刻就是现在，同时也是他对儿子舍凯迪教导的最后一课。成功了！沼泽狮群在赛科卡玛的带领下完成了这一个壮举，彻底捕猎了一头大象。这头大象能够给予全狮群饱餐1个星期，但这次赛科卡玛已经下定决心，永远驱逐舍凯迪这个野心勃勃的王子，不能再待在他的王国了。不过就算是暴君赛科卡玛，也不可能永远保持在巅峰状态。自然界中没有永远的王权，等到舍凯迪下次的王者回归，可能就是赛科卡玛陨落的时代了。